来吧，新玩具 UT 的双胞胎小兄弟第一款挡泥板先拿到了，造一款样品，我们来看一下吧。虽然现在是样板阶段啊，还没有盒子，但是人形的完成度基本上也差不多了。从后背来看呢，也算是干干净净啊。之前人们说这个玩意儿有个大背包，还好吧，挺平整的，并没有什么累赘的地方啊，只是一个车顶子盖在了这里。身形方面来说，对于电影里边的还原度还是挺高的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迈克尔贝变形金刚电影的这些画风，我还是得有点时间去接受吧。说起来也有点意思啊，花了最贵的预算渲染出来最华丽的大力神，做了一个史上最丑的跟狗一样的造型，最后还死在了这么两个小玩意儿手里边。人形身高方面在13公分左右。来看头雕这个丑丑的样子啊，离了歪斜的眼睛，倒是也有做出来电影里边的那个效果吧。两方的这个耳朵根部是球形关节，还开口的，可以稍微的活动一点点。哎，这个造型有没有像猪八戒的那两个大耳朵？世上谁嫌男人丑啊？脖子这里是一个球形关节，可以来回的旋转，点头抬头也有幅度。但这个设计有一个不太好的地方啊，车顶盖的这一块，它根部这里并没有什么扣子去固定一下，所以呢，只是放在这个凹槽里边啊，活的是。后背这里还是挺整洁的，两个车门做成了小翅膀，包括车里边的这些内饰、扶手，还有开门的开关，这些地方都有刻画出来。背后这里干干净净的一个车顶子顶在这里，而且这个肚子里边填起来也是比较丰满的，也是我们概念中 UT 的那种人包车所谓的设计。肩膀这里设计了一个独立掀开的肩胛，胳膊根据齿轮关节就可以举到很大的幅度了。小翅膀这里是一个双段的关节，但是这个关节挺细的，还好它的料子韧性不错啊，活动范围也比较大。360度旋转胳膊没有问题，二头肌左右也可以旋转，同时胳膊肘这个地方也可以左右旋转。手肘这里是一个齿轮关节，曲臂大概90度多一些。这个手掌前后可以活动，这3个指头是连接在一起的两段关节，这也是 UT 祖传式的。不过这个手稍微的小一点的手啊，握枪的话，大拇指就无法做到虎口掐枪了。大拇指根部虽然有一个球形关节，但张开的幅度有限，不对称式的设计啊。另外的一只偏大一些的手，这个就是全指可动关节了，而且这个大拇指卡这个枪的时候，也是可以把虎口跟这样夹上了。胸口腰腹部这里做了很漂亮的这种豹甲层次堆叠，看起来的效果也还可以啊。用2个后车窗作为了裙甲的位置，稍微的撩开。腰部左右360度可以旋转，但是一没有齿轮，第二个这个活动起来稍微的有些松。前踢没有问题，后踢也能踢平，不会影响到。侧抬这里是一个齿轮关节，可以踢平。大腿根左右有旋转，膝盖齿轮关节可以折到90度。脚踝整脚面的接地，脚尖这里还有一点点的可动，而且做了轮子。半个包裹出来的效果也是挺漂亮的啊，包括轮毂这里亮亮的这种金属件，所以这个小玩意儿造型了神态方面拿捏的还是可以的。那我们来看看它的变形如何吧。我看网上现在已经有了一些车变人的视频啊，因为车变人拆起来是比较简单的，但是这一款在人变车的时候需要注意的地方有很多。我们这回也是来一个人变车的展示。第一步，先把2个猪耳朵往后折90度，挪到一个最小的空间，头稍微的往后仰一点，根据这个球形关节，然后拆开肚子下方这一块腹部的一个卡扣，脱松掉，翅膀往后折叠，这一块连着的带子拉出来。和肩头的装甲这里有一个插扣结合，把这里敲松，这个时候就可以整个的把它从肚子里边上半身掏出去。解锁开之后，我们先变腿部，侧面这里有一根带子，顺着轮毂中间的凹槽把它揪出来，打开扣子，
根部这个零件是一个合金件儿，双关节往后放，放到最下面去，然后把这个接地脚踝的关节旋转过来，脚尖拧个180度，然后顺着这里往过转。我们需要把腿先往前折90度，通过膝盖的关节再往后折，然后往里搓这一块旋转的转盘，这个一定要搓到位啊！到位以后，脚侧面这里会出现一个凹槽，对应裆部下方的方孔，调正它，插进去。所以这一步非常的重要啊！如果你能把这个扣子插满了，且这些关节摆到位置了，才能把车型最后完美密合起来。还有就是脚踝这一块的旋转要顶到位。双腿这一块变形完成就是这样团起来的效果了。最主要就是脚侧面的这两个扣子和裆部中间的方孔进行结合，这个才是变形到位。旋转腰部的关节180度放在这儿，然后把玩具横过来，侧面的这两片小窗户先往下折一点，让开中间的夹角，把整个的这一片再旋转个180度放过来。哎，这个时候再把整个玩具倒过来，就可以看到车屁股的造型了。摇开，左右这里里边的门板打开，注意根部有一个滑槽，把它推平，然后把这一块打出来，双关节先放在这个位置。里边的这一片也是双关节折出来，打开，注意根部的滑槽，推平。后边银色的零件打开，推平。这个时候扣合注意，窗户上面这一条对应这里，脚尖上的这两条对应这两个孔，翻转下来，找准了，别让这个腰来回的旋转。插入，脚尖也插入。接着后边的这一片门板，注意它几个结合的位点，大腿的边缘对应这个方的，膝盖这个对应这里的洞，然后根据这个双关节往后顶一下，卡上。其实如果你腿部之前变形到位的话，这块扣子是直接就到位按上去的。最后侧面这里的窗户往下落，注意这个边缘的夹角，根部这里有一个滑槽，还有这里的燕尾锁，锁上，推进去。两边同样变形完成之后，检查一下这些缝隙还是对的挺准的，而且轮子这里也不会磨边。如果里边的扣子有一个没有变形到位的话，这块会顶着，这些缝隙合不上。所以这块的关节还有一些卡扣的注意位点挺重要的。头部拉出来，旋转个180度放进去。我想了想啊，它这为啥脖子这一块面板没有固定的扣子？可能也是为了保证车型这一块前机盖位置的一个完整性吧。然后腾开空间，两条胳膊往后折90度，放在这个角度。胸口炸开的这两片装甲，双关节我们搓放过来，打平它，贴住。从下方来看，轮子这里的变形，我们先翻转180度，把这轮子放出来，然后根据里边的这个关节连杆往下放，也相当于一个 Z 字折叠吧，但是先别往里贴啊。打开，把它压下去，肚子下方的这一块旋转180度，搁好，然后调正，挪过来，这块压下去，两个肩胛中间的扣子就可以固定了。两个手臂旋转一下，找着中间的扣子，再进行结合，扭正。因为这一块根部这上下都有转轴啊，稍微的调一调。结合好之后，两个手，一个小的团起来放在侧面，这个大的指头掰直溜了，顺着手腕往下折叠90度。变成这样的造型，再折到车头侧面的这一条帮子，我们旋转一下放下来，绕过这个地方，然后把这一块
原先是斜着的角度，掰横过来，顺着这里的凹槽一个滑道顶进去。接着前机盖后方这里有一个双关节，把它推过来，放平。这一块的根部又有一个滑道，把它推进去。结合，注意这个地方的夹角上方这里有一个方的扣子，将关车门这一条往后拨，然后滑道车灯的位置顶进去，侧面这里滑道掰到位，这儿也顶进去，然后往上提，把这扣子先给它插上，然后打开车门。下边这一条棕色的往里窝，插入到手臂侧面的卡孔里。上方这里的燕尾锁，再结合。好的，两边的侧帮全部整理完成。里边驾驶室还有一个很大的空间啊，注意这里的这一条往下放。然后这里的方向盘，注意根部其实是有旋转的，同时还有一个滑道，我们推到侧面去，就可以从这面看到小方向盘调一调。上边的顶盖旋转放下来，然后再把座位、坐垫放下来。根部的这两个插扣啊和坐垫里边结合固定起来，这一回也算是一个2次的锁定，就很结实了。里边的内饰、仪表盘、小方向盘倒是都有刻画，椅背、座位，这个空间差不多可以放那个联盟级的小人啊，尺寸完全是够用的。最后一步，双关节往后折叠，关车门，注意扣子的位置，在座位的边缘的这里和车门下方这里插入，上面这个扣子跟这儿结合。那么好，全部变形到位，这辆小车就这样完成了。就像刚才说的，如果你每一个卡扣都定到位置，变形比较标准的话，它的轮子其实是不卡边的，转起来也是很溜的。合金的轮毂，橡胶的轮胎，质感还是不错的。前边车脸这里，灯还有前面的这些装饰刻画都是涂装的效果。车窗位置全部是黑色的透明零件，质感还是不错的。但是为了最后腰部人行前边锁那个裙架，这里会暴露2个扣子啊，很影响美观。在车型状态下，这个地方是没法收纳了。然后就是前机盖这里吧，虽然也没有卡扣啊，但是因为变成了车型这块也没啥缝隙能把它抠出来，倒是不太影响。就是人行这块晃晃荡荡。倒车镜这个地方有做银漆的涂装刻画，后边的刹车灯包裹的效果，从这5个面来看还不错吧。底盘来看也只是看到2条手臂，并且设计了车门可以打开，内饰还有它互动性方面做的也是不错的，搭载联盟小人问题不大。所以这一款我觉得应该不算是标榜着对应 MPM 级啊，应该是对应官方曾经推出的联盟级。推车滚动变形到位，非常的丝滑，完全没有什么压力。所以总结一下吧，其实对于 UT 推出的这款挡泥板没有拿到手之前，我看很多网上做新闻的时候，人们就在评论弹幕里边发这次的挡泥板翻车了，背后有大背包什么的。我不知道这个具体是说的什么问题啊，但是我拿到手之后发现背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，包裹起来的效果也是不错的。2个形态其实都能还原个7788出来，况且在车型状态下，还有开门以及里边还能搭载小人内饰的这些刻画，空间也是完全足够的。所以这一款其实我对它来说的评价还可以吧。或许这款的变形结构并没有曾经 UT 禁闭热破带给我们的那种惊艳感觉啊，但是在有限的尺寸上边，该有的一些细节也都是能还原出来，况且它的售价并不算太贵啊，不到300块的一个价格吧。车型和人行都是13公分左右的第三方电影玩具来说，其实这个性价比还是不错的。但是2个最致命的问题是在人行状态下，
脖子的这块面板还有肩膀里边的那个根部轴锁定的不是太好，再加上车型顶盖这里会露着2个非常影响美观的透明卡扣，所以这2点是这款 UT 的挡泥板最大的问题。其他方面的话，我觉得做的还是可以的。没有曾经 UT 的电影玩具带给我们的那么多惊艳，但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不堪。那么你对这款挡泥板的评价如何呢？欢迎在评论和弹幕留下你的看法。这期我们就玩到这儿吧。